为什么讲弹弹鸡蛋炮呢？第一，如果说是敌人战机或者是导弹来的话，第一个打出去的，比如说是天宫这个导弹和远距离的要域防空的导弹打最远。第二个弹是什么弹呢？是在空机发射的远距离或中距离的导弹来拦截掉。再来是机什么飞机飞机来讲格斗弹或者是机炮来拦截。但再没有拦到的话，第三个又是弹什么弹呢？就是我们随行部队的刺针飞弹射程5公里。那最后再没有拦截到，你最起码还有这个机关炮可以将这枚的这种无人机或者是导弹将拦截到。好，那么我们持续来带您关心东亚的状况。目前日本的状况又是如何呢？首先，我们带您看到的是，现在中国军方呢，他们是发了一个影片来嘲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他才是真正的威胁制造者。我们先带你来看看这段影片。怎么又掉出来了？众所周知，导弹也可以用来做装饰，我部署在外岛也不奇怪吧？完了，全露出来了！好，可以看到呢，这里面是嘲讽日本它的导弹它的核弹全部都掉光光，被人家看光光了。那么日本前外交官田中君现在也跳出来，因为呢，他说呢，日本已经走到了一个相当危险的境地，尤其是现在呢，中日两边呢可以说是关系降到了冰点嘛，不去通过外交消除危险，反而在煽风点火的高市女士，她是称首相为女士老实说，我认为她很不正常。不过我们都讲到了，这个高市早苗之前不是在带领日本在跟美国合作吗？那么说要把日元给拉起来，那么日元回吐半数干预后涨幅，那么专家说了，日银升息现在也没救了。日元对美元汇率周一下跌的1%，来到了159.29，是 G10 的货币当中当天表现最差的。周二下午又来到了159.21附近，这波跌势抹去了近期干预的行情一半的日元涨幅，所以好像有干预之后，现在也没什么用了。那可以看到呢，现在高市早苗想要抗中，但实际上是怎么样呢？比亚迪的轻型电动车，那么他们现在上市日本2周订单竟然就超过了1000辆，是创下史上最快的纪录。这个纯电车 K 卡呢，那么他们现在在日本上市了2周就已经超过1000张的订单，提前完成了月销1000辆的目标，这也是比亚迪投放日本市场的车型当中销售速度最快的目标，2026年底也是今年要卖到1万台。只不过现在不止电动车让日本人趋之若鹜，似乎就连日本的人形机器人呢，他们也都在研究到底我们为什么会落后欧美跟中国呢？产经新闻现在已经在探讨为什么日本人现在做的机器人以前都很厉害，但现在却落后了中国。他们去找了一个机器人研发先驱，引领学界的浅田忍大阪国际工科的专门职大学副校长来讲，所以有人就说这篇报道不就凸显了连日媒都承认机器人的产业现在日本已经不如中国了吗？好，那么现在大陆学者说要在新疆设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来反制美国，因为美国政府上个月底不是宣布要把43家中国企业列入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的实体清单吗？那么现在呢，中国全球化智库的副主任高志凯直接就讲了，他说既然美国要这样子无中生有，好啊，你不是需要进口中国的稀土吗？建议我来成立一家中国稀土总公司，而且我总部就要设在新疆。要求美国要到新疆乌鲁木齐来谈，所有出口稀土的包装上也都堂堂正正的标注中国新疆，并要求购买中国稀土只能使用人民币。看来要祭出一些铁腕了。我们来请教一下韩冰哥，你怎么看这个高市早苗呢？我觉得那只鸡如果讲的是身为一只鸡会下几颗蛋也是很合理的，我觉得会比较有趣一点啊。当然这是一种嘲讽啦，就是说你自己不断的在扩军，不断的在针对中国大陆的导弹，然后你说威胁的都是别人，那当然这个就是看你站在哪一个立场去想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对错可言。可是我必须说，高市现在最大的问题恐怕不是国际关系，而是他国内的经济到底要怎么样挽救回来。你之前靠贝森特故意关泄给这个媒体，然后去拉抬日元，那现在看起来又掉回一半回来了。看起来又逼近160大关了，那如果又再度跌破160，那这一段没有的话，你认为美国还会真的用真金白银来帮你
这个救市嘛，我看恐怕有点困难哦。所以高市真的要好好想清楚，你国内的经济搞不好，其他都是假。我讲实在话，所以高市如果真的想要挽救自己的民调，恐怕要把重心全部放回国内来。那至于比亚迪这个踏这个电动车，老讲不要说日本了，我看了都很想买哦，因为这台不到40万哦，这么便宜？对，非常便宜，而且 K Car 是日本的特有的车型，因为日本街道狭小，对，他们就专门出这种特规的小车。我在日本看到很可爱，小小一台，超可爱的，对，蛮可爱的。那它为什么卖的这么好？因为第一个，据说它的内装比它的同级车全部都好很多。就是日本一般这种等级的车，因为小车嘛，对，所以内装大部分都很阳春。就是比较简单一点，对，简单就是代步车嘛。然后它不但内装很好，而且更重要的就是它在全方位都碾压它的对手。比如说它的对手最直接的对手就是你上 Sakura， 你上 Sakura 价钱比它贵了10万台币左右。然后呢，你知道吗？续航力这个比亚迪的是320公里，然后 Sakura 最大只有180。是哦，对，差距非常大。对，那日本人的解释是说，这个就是家庭代步车啊，给你短距离使用的啊，你要那么长的续航力干嘛？但是有的时候人难免会出一些远门或做什么，而且我们大家都知道，电动车的所谓的续航力，其实账面数字跟实际数字是折扣很多的。对，没错。对，所以你如果账面就只有180，实测他们通常测大概120到150。那会有里程焦虑。对，所以很多人都会有里程焦虑啊。你看人家的配备比你好，里程比你长，充电比你快，然后价钱又便宜，那他怎么可能卖的不比你好呢？所以我觉得这是日本车商自己要去思考的问题。那至于人形机器人这个地方，大家记不记得20几年前有个 ASIMO， 全世界第一个人形机器人是日本人做的。当时他那个动作其实让很多人惊艳，我到现在印象都还很深刻。我们本来都认为人形机器人应该是日本人最强。曾几何时，他现在落后在中国跟美国之后，为什么？因为日本泡沫经济之后，他们已经没有这么多的这个资金跟资源去发展 AI 跟发展神经元系统。所以他是在 AI 跟神经元系统这边落后中国跟欧美很多。而且日本总是认为说我的产品一定要做到 perfect 之后我才能够上市，可是那个一做出来，他们一台机器人可以花几百万美金。然后花10几年去做，那这个做出来哪有市场？根本没有市场。那中国大陆跟欧美不是用这种方式，他们是不断的试误。我每次推出一点，每次推出一点，那市场能够接受一部分就接受一部分，所以他才有新的资金能够投入啊。所以日本现在他们自己都承认，他们跟中国大陆机器人的差距最起码4、5年以上。那实际差多少，这还要看日本的科技进展。所以这对日本来讲当然是个重大警讯。那至于说这高志凯副主任，他认为说，你既然美国这么想要恶心我们，那我们就给你恶心回去。我以后所有的公司，稀土公司给你设在新疆，看你是不是自己全进。但是我觉得高志凯想多了。为什么？美国人向来是利益取向主义者，他真的需要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哪管你是不是新疆的？你火星来的我都要，你信不信？他才不会管你是不是新疆的，这是他赖以为生的东西，他怎么会去计较这一些呢？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你既然要恶心我，我也故意用这东西恶心你一下而已。好，那我们持续来请教一下厉将军，你又是怎么看现在日本的状况呢？日本状况哈，其实最近在外交场合上有一种很特殊的情形发生，就是习近平哈，他会每次在接见外宾的时候，都在大力的抨击日本哈，这是很特殊的现象。那有专家分析哈。习近平会这样做有几个原因，我认为我的看法，我的第一个哈，他当时针对日本高市早苗那时候讲的，说台湾有事就是这个日本有事哈。第一个侵犯到中国的主权跟领土的问题，第二个来讲，我们看出来高市早苗上台以后哈，是极右派的主张，积极想要恢复军国主义，修改所谓的安保3文件，还有无核3原则哈，在这方面来讲，大陆是绝对不会退让的。所以我们看到习近平他第一个在大力的抨击，那包括大陆各个单位也都动起来。我们看到从外交单位动起来了，从经贸单位动起来了。经贸来讲，包括对日本实施军民两用的这种出口管制，也对日本很多公司来实施制裁甚至于旅游业也这个减少到民众来讲减少到日本的旅游。那军事上面可以说是更是加大力道，除了说是跟俄罗斯联合起来做空中战备警巡，或者是联合海上战备警巡之外然后在军事上面
针对日本这个不停的在这个地方，在东南沿海的这些岛屿就是琉球群岛上面部署的反舰飞弹或者是防空导弹，甚至于部署到与那国岛所以中国来讲的话，也积极的在军事上面有很多应对那中国也有好几次我们看到，包括辽宁号。包括它的这个驱逐舰都穿过第一岛链到日本的南边那边去做实弹射击这很明显经贸军事。那另外我觉得第二大的目的，习近平会这样对日本第二大的目的是打狗给主人看，是吧？什么打狗给主人看？你想想看，日本的主人是谁不就是美国吗？高市早苗改这么嚣张他所谓修改无核三原则，他要原来是不制造、不拥有、不引进。他现在修改哪一个呢？不引进，那谁会给他？就是美国会给他嘛，所以就是打日本给美国看那另外来讲的话，你如果要走回军国主义，你要将这些制造的军武要卖出去，违反你当初的和平宪章。那如果没有美国默许的话，日本哪敢嚣张这么做？所以我觉得第二个目的，习近平这样做，第二个目的是打狗给你主人看，就是告诉你美国如果说你在力挺日本来讲的话，我动作会不断。我觉得第三个是杀鸡儆猴杀鸡儆猴就是日本人我这样打下去，以免其他国家认为有样学样，包括到有可能的，包括到欧洲的各个国家，他会不会也学日本开始在这方面有一些这个类似相关的言论或者相关的动作？那另外来讲，包括这个东南亚这些国家会不会有样学样？所以我觉得中日之间因为高市早苗积极的想要，大家都看得出来，他想要恢复军国主义，他想要在这个代替美国来在第一岛链围堵中国大陆。但是我们看到这次这个中日两国在这方面是中国对日本是加强很大的力道。那这是外交方面啦。那内部来讲，日本现在也面临了所谓通货膨胀。前阵子它的日币已经这个贬破到160块。那由于美国跟日本联手起来救日元，曾经一度回到156，但是今天又快要再跌破160。当这个日本的货币贬值到这种程度，那势必造成日本国内的通货膨胀。日本通货膨胀的结果，国内的通货膨胀当然有助于我们东南亚国家像我们去日本旅游是很便宜，可是对日本老百姓来讲的话，它东西会变得很贵，因为日本所有的东西都必要从国外来进口进来，尤其是能源这方面。所以我觉得这个高市早苗刚刚我讲的是外忧，还有他自己内患，就是他货币的政策一直没办法救得下来。我觉得这个日币短时间之内，我认为是没救了。美国救，我认为也救不来了。你日元要是没有升息来讲的话，我觉得很难这个救得回日元。好，那我们持续来请教一下大中老师。过去我们讲到日本产品，大家第一时间想到都是高科技的代表，可是现在这个高科技的这个名声好像要拱手让人了。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比亚迪刚提到这一款比亚迪的纯电动车打入日本市场就是海踏。其实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一般来说这种所谓的 K Car， 刚才所讲是日本车市里面最卷或是最竞争的一款车型。那海踏这款车当然最便宜是200万日币起跳，但还有300万日币等等等还有以上。但是根据统计，目前日本下单的大部分反而是比较高价格的这个车型理由就是刚才特别有提到，它的价格基本上性价比高，而且它里面的装备性能基本上是中国大陆有人说是比较降维打击，它尝试要去切入这款非常难打入的 K Car 的市场。因为 K Car 市场其实里面当然也分两种，传统上来讲燃油车基本上过去韩国跟美国的车怎么讲，车商都尝试打入都失败。那现在是因为全电动车中国大陆的优势，所以它等于是开辟了一条新的赛道，所以能够成功的突入。所以为什么会前2周就能够有1000台的这个订单，其实非常非常不容易。因为原始这比亚迪的这个目标大概是1年1万台，但是前2周就有这样的这个，其实非常不容易。还有这 K Car， 就是大家常在日本旅游的时候会看得到，它非常小。紧致，而且它的造型它都是直线条，到底有多紧致？长宽高不能超过3.4公尺、1.48公尺跟2公尺，这是非常能够适应日本的这种街道的这种特性
要在大街小巷里面能够灵活的穿梭穿越。而且 K Car 在日本还有特殊的规范，不管是你的租金、停车都有它的一些特殊的一些要求。所以目前来讲比亚迪等于是找到一条过去大概是其他国家的车厂不太能够敢挑战，因为这是日本的特色，对，跟日本传统车厂的优势，它打入，而且目前看起来，成绩还是不错。但当然 K Car 还有过去所谓的燃油是要小于660 CC，马力上是要小于65匹，所以看到这个 K Car 的特性。这是目前中国大陆比亚迪的一个尝试打入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小不错的成绩。好，那么讲完了这个东亚的情况之后，我们要带您讲这个话题议题，怎么能少了他美国总统川普啊？好，那么现在川普的金琼计划到底怎么样了呢？美国现在批评中国太平洋的洲际弹道飞弹，你试验既然通报不足，但中国是予以驳斥。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就说了，北京没有做到透明公开，也没有提前通报，而是选择了一种令人困惑还具有挑衅性的做法。但中国怎么回应呢？中国说，中方呢始终是安全、规范、负责任的开展洲际弹道飞弹的试射活动。而现在伊朗的战场似乎呢还在继续打嘛，但是也曝光了美军的防空罩门。专家示警，中国的飞弹可能还比伊朗的更难防哦。美国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国防与安全部门的主管琼斯他怎么讲的？他说，美国从俄乌战争呢取得了基地防护经验，但是没有迅速转化成海外基地的实际强化措施。那么伊朗最近对中东美军设施发动大规模的攻击，更凸显什么？基地与重要设施的防护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出现在印太，面对拥有大量飞弹、无人机的中国，美军在日本、南韩、菲律宾、关岛的基地将会面临更严峻的防空挑战。那么现在领先美国10几年，中国的态势感知领域竟然完胜美国，完全没让美军想到。那么智胜第6集公开了一段海空联合防空反导的影片，演练的就是美军推崇至上的防御穿透式反舰打击。但是052D 防住了，你可以看到呢，他说自身就拥有强大的远海红旗左 B， 那么中甚至呢是近30%的防御体系，加上末端干扰与兜底的 HPJ-11 这样1130万发的这个近防炮，外加提供态势感知的预警机跟无人机，实现了超饱和打击。印度的退役少将就说了，印度不会为了美国的利益去跟中国对抗，他们没有那么笨啊，我们又不是傻子。他们说，中国当前的战略重心无意在西边边境开启新的这样子的冲突，印度也没有理由去为了美国去对抗中国啊，我们又不笨，我也不是美国的殖民地，也不是什么美国的第51州，是讲得很重。好。那么川普最近有一个话题让大家真的是看了之后是直摇头，还记得吗？川普不是要从土耳其到英国去吗？可是他接到了情报，说有人要暗杀他，很有可能要置他于死地，所以他就移形换影，上演了所谓好莱坞式的移形换影，然后躲避刺杀。他呢先搭上了空军1号，还在这个地方跟大家挥挥手说：“哎，我要进去了。”结果呢，随即就从另外一边呢，然后从这个运送餐的这个车子里面，再转到另外一台飞机，那台飞机还关闭了这个追踪的功能，默默的从土耳其移到了英国。那么当时他登上了旧空军1号，前往英国的美军基地。那么其实呢，他们就说了，这个随行记者大家都不知道，以为川普要拍拍照之后就跟他们同一台。所以呢，现在就有人讲了，川普难道是想要歼灭记者，置这个记者于死地吗？那么多的记者跟官员都不知道，原来川普不在上面，而且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已经被锁定，可能要被暗杀。那川普怎么讲？任何有影响力的总统都会收到很多威胁啦，没有影响力的总统才不会收到威胁。可能我就是一个最具影响力的总统。那现在 CNN 当然生气了，你把我们随行记者当什么？当诱饵哦，你置我们的生命于不顾。厉将军你怎么看？我觉得我们从052D 这个介绍你就知道是整个防空的一个概念防空一定要讲究重层拦空，谁都没有把握在第一层在远距离就让敌人来袭的导弹或飞机打掉，那你要重层拦截。你看到我们052D 来讲的话，第一个它是远程的导弹大概在200公里之外就将来袭的这种对舰的导弹
将你摧毁。如果没有摧毁，你到第2层的时候，它这时候第2枚的导弹出去射程是100公里左右，再没有拦截到第3层，它的所谓红旗这个10来讲的话，大概攻击的距离大概20公里。那再没有拦截到近程，它用这个机炮去打哈。其实我们台湾反攻原来也是这种概念，我们经常讲弹弹机弹炮。为什么讲弹弹机弹炮呢？第一，如果说是敌人战机或者是导弹来的话，第一个打出去的，具体的来讲，比如说是天宫这个导弹和远距离的要域防空的导弹打最远。第二个弹是什么弹呢？是在空机发射的远距离或中距离的导弹来拦截掉。那再来是弹，再来是机什么飞机飞机来讲格斗弹或者是机炮来拦截。那再没有拦到的话，第3个又是弹，什么弹呢？就是我们随行部队的刺针飞弹射程5公里。那最后再没有拦截到，你最起码还有这个机关炮可以将这枚的这种无人机或者是导弹将拦截到。那美军来讲，其实上我这种概念也是从美军学来的。美军他们有这种防空作战的警觉，可是也有这种规划。可是这一次的这种美军在攻击伊朗的时候，我们看到美军在很多中东地区为什么还会被打到这么严重？总共有20几处的基地被这个伊朗打到。我觉得。当然，你原来这些美军来讲，他就是太迷信于他远距离的导弹。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他一直很迷信他的爱国者3，一开始他就用爱国者3，可是后面来讲的话，你有没有足够的这种兵力在你的这种阵地里面防御？你第2层、第3层来讲，你就没有兵了。他兵跑到哪里去了？你知道吗？他跑去旅馆去了。他没有在阵地里面，因为他很怕死，对不对？他怕说到时候被攻击到阵亡，所以美军来讲，基地是放空的，他用远程的导弹去拦截。那在基地里面，士兵他就跑去哪里？跑去住5星级的饭店。所以美军为什么伤亡人数不多？因为他们都跑到这个5星级饭店，在那边远距办公、远距处理啊。那基地里面由于没有近程的武器来做拦截，所以当这个伊朗的无人机或导弹突破你第1层之后，你第2层、第3层你就没有武器去了，没有人操作那种拦截武器了嘛，所以才造成这个样子。那同样，如果说依据这种理念第2个，我觉得美军还出那么大的那个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贝多利分它守备的地方太多了。你光中东地区，你看有多少个基地，不只是军事的基地要防御，包括到你中东这些国家来讲的话，你都要协助他们防备所以贝多利分它的导弹很明显的不够了那再来我们讲说川普做这个用这种金蝉脱壳的方式真的是很不道德。怎么讲呢？为什么我讲很不道德？你明明知道说这个伊朗，你知道那天来讲土耳其那个会议因为伊朗跟土耳其是国土陆地有交接的，所以我认为说是伊朗来讲，如果用一些特遣部队、特工部队，然后携带的对空武器、防空武器的话，是有机会渗透到土耳其，对美国这个飞机空军1号来实施攻击。那我相信美国大概也收到类似的情资，但是为什么我讲不道德？如果说你知道这架飞机有限于危险的这种境界，伊朗有这个能力，也有这种情资会攻击这架飞机，你应该让所有人都撤离嘛？你怎么会只有你自己一个人跑掉？而且最恶劣的，你让那些记者上飞机记者上飞机，你是不是告诉伊朗说，你看这些记者都在飞机上面，代表我川普也在飞机上面，你们要打他但是没想到伊朗从旁边坐个餐车、坐个小车就溜走了。那试问一下，这些记者看在这很明显的。用记者来当诱饵，知道就是告诉伊朗说，你看这些记者在飞机上面，代表我川普也在飞机上面，你们去打如果说你真的有能力打，你就打那架飞机。但是我已经金蝉脱壳，我已经走掉。我不晓得那时候这些国安人员或者在飞机上面的这些记者朋友听到后续这种报道，心里是作何感想 ？CNN 就非常生气。对，这一定会非常生气嘛。就是说，你要不然就是大家都一起，就不要搭这架飞机或者是空机回去，然后大家都用别的飞机。我相信强大如美国，那居然会用这种偷鸡摸狗的手段，用记者当作诱饵，然后自己跑掉。我觉得以美国你应该有这个实力嘛，譬如说你可以用陆上转移的方式，用陆上离开到达安全地方，或者是在中东地区你有大批的这种战机来护航，也都是很多种的方式。但是最不应该的、最恶劣、就是
把记者当诱饵哈，那放在那边。那如果说是真的是伊朗这个发动空中攻击，真的击落了这一架旧的空军以后，那你美国政府你怎么跟这些记者家属做交代？我觉得川普就这一点来讲的话，真的非常的这种没有道德。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持续我们来请教彬哥的是，这伊朗的战场是不是曝光了美军的缺点了呢？其实这个美国华府智库说，美国从俄乌战争取得的基地防务经验没有迅速转化为海外基地的实际强化措施。其实不是它没有迅速转化，而是它没办法转化。你知道，因为俄乌战场的进化速度非常快，对，它可能今天可以用的战术，可能明天就要开始做修改。那甚至后天他们又把无人机改成另外一种样子，双方都不断的在试探对方的进展到底如何，所以他们俄乌双方都是绞尽脑汁在想新的变化、新的办法，所以这攻击的态势每天都不太一样的时候，你也很难做出实际相应。那伊朗的战法又跟俄罗斯跟乌克兰又有点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每个情况都不是很完全相同，而且更重要的就是说，就算他知道某一些防御可以对伊朗可能会发挥一些作用，可是美国一下子怎么去生产这么多东西出来？他目前的军工生产能力就是很差，所以这个也不是美军不想去做，而是现阶段他就是做不到这件事。那如果连伊朗的这个老实讲，伊朗你看他的攻击就知道，他最多也不过就是几百架无人机，然后大概几十100-200枚飞弹，大概就是这样的规模。可是中国大陆的规模大家都知道，它比伊朗多10倍都不止。那所以在这种状况下，美国如果万一真的未来会以中国大陆为对手的时候，它要怎么去应付这样的所谓的这个导弹海跟无人机海？那甚至更不要说，你越接近台湾附近的话，你还要面对火箭弹海，这个是更麻烦的事情。所以这个对美国来讲一定是很头痛的东西。那至于战场态势感知这个东西，如果以全球的范围来讲的话，美国肯定是全世界最强的，因为它布的网最多，而且它在各地，它对每一个地方的地形地貌，然后当地的气候环境所有的变化，甚至它的卫星的布局，它都很了解。可是，在西太平洋这边，中国大陆经过这几十年的经营，它的密度已经胜过美军了，所以美国自己也非常非常清楚这件事情，所以它现在在整个战场的想定，它是尽量不要在第一岛链、第二岛链跟解放军发生直接冲突，他把这个责任其实全部丢给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然后甚至叫澳洲去参与他自己是准备退到第二、第三岛链去，因为他知道在西太平洋这个地方去跟解放军作战，他是处于一个相对不利的状态，所以这个就是问题所在。他过去本来打的是所谓的印太战略的旗号，想说拉印度一起来。如果有印度在背后去对中国大陆制造威胁的话，那让中国大陆那个必须要分心二用，就没有这么多的力量可以放在西太平洋这边。可是问题是，对印度来说，他当然一直把中国大陆视为他的假想敌跟对手，可是双方隔了一个喜马拉雅山，他有什么必要一定要跟中国大陆正面为敌？对，这个对印度毫无利益的事情。印度是全世界最聪明的民族之一啊，虽然他国家也许建设不怎么样，但是他们人是很聪明的啊。这一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他绝对不会去干。所以美国现在印太战略结束了，那他在西太平洋，他自己也不可能单独去面对，所以这个情况是越来越明白。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先请教这个大钟老师，你怎么看川普的金蝉脱壳呢？对，因为主要还是是7月份发生的事情，就是安普参加这个北约的安卡拉峰会啊，要返回英国。那这时候应该是美国的这个情报单位哈，或是军方得到一些情资，认为说有可能伊朗或是伊朗的所支持的一些团体可能会对总统的专机不利啊，所以才有这方面的一个很就听起来是很离奇的故事啊。因为最早其实川普应该有可能会做卡达王室之前送给川普的这个新的总统专机啊，那个总统专机其实当时他这个经过了几个月的改装哈，包括涂装都改过，也进行一些总统通讯使用的一些改装，但是很明显这一架飞机的这个安全的系数，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电子战啦，或是说在这种危机时候的生存能力还是有问题啊，所以在当时，所以才会我们一般所得知的都说，总统做回了他本来的这空军一号，因为空军一号
真的很老，有2架，一架是1990，一架是1991年服役啊，都是波音747-200B。大家以为这样故事就结束啊，因为这是为了安全。那现在披露是没有，其实那个也是诱饵，那个是金蝉脱壳那个是所谓的欺敌。真正总统做的是所谓的这个 C-30A， 也是这个军机，对，而且是提供这个美国政府高层所做的军机，它是波音这个757。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韦佳琪，这节要带您来看看国际局势了。那么加入我们这节的来宾，包括有资深媒体人谢寒冰，寒冰哥午安。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我们的退役少将厉正杰，厉将军午安。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还有我们淡大战略所的教授李大中，李老师午安。主持人好，大家好。好，我们今天要持续的带你来看这张雪机车，您有听过吗？但是现在赖政府却大动作的来反制了。张雪机车现在分拆进口被查扣，经济部还下重手，连组装都不核发许可哦。有业者透过社群媒体展示大陆的张雪重型机车，疑似呢用零组件分拆后分批的来进入到台湾，他在国内再继续组装。没想到经济部跨部会联合稽查小组就在新北市涉案场所查扣这一辆车。他说想要用常态化的方式在国内组装大陆机车应该要事先申请啊，但考量国内产业及市场造成冲击，所以是不会核发相关的许可。其实我们要带你看到前一天在对岸他们是怎么报道的呢？人民日报是说了，他说呢，张雪机车来台受阻，所以他们就质疑了，民进党当局你们是在怕什么呢？因为呢，他们在这个栏目里面有讲到挡张雪机车，到底民进党怕什么？里面讲到了张雪机车在全球专业赛事是不断取得佳绩。在台湾当然有很玩重机的人就会来讨论了。从台湾第一位车主将车子拆成零件跨海运回到台北，重新的来把它组装，吸引大批民众打卡，再到台湾网友的敲碗引进，展现出台湾民众其实对于张雪机车呢，他们是比较认同的。只是我们要带你看到的是，现在赖政府可能是逢中必反吧。那么现在在巴黎的偷渡艇曾经被2个神秘男子提前搜证，目击者说单眼拍照停留1个小时，因为在23号的时候发现疑似偷渡橡皮艇的第2天，海滩垂钓的民众就说有2个陌生男子长时间接近这个橡皮艇，还用什么专业的单眼相机近距离来观察做搜证，所以现在他们2个到底是谁？大家问号。海巡署是不是事先都有知道，疑似是执行勤务的公务员搭船偷渡上岸，现在都有待说明。只不过现在有人就做这个图了。说边境又破口，2路男搭橡皮艇巴黎偷渡，海巡谁在管的？偷渡客轻轻松松就可以摸上岸。那么现在这张图也引发了讨论了。经济学人轰台湾民主已经被挟持了。他们说现在在台湾政治人物只顾自身的利益而已。他们最近呢都在讲台湾的内部政治，警告台湾已经从威权走向民主的成果了。本来应该要提高对中国大陆接管成本的重要嚇阻力量，可是现在却因为什么？因为政治人物只管他自己的利益，朝野恶斗，政府运作受阻，以及国防建设延宕而遭到了削弱，甚至直言台湾的自由正在从内部自己遭到背叛。好，那么现在大陆对台湾的动作当然是不会少了。中国国防部宣布要将联合印尼海军在台湾的东部海域来军演。中国国防部宣布呢，在8月中旬，联合印尼海军在中国所称台岛以东海域进行所谓的通航演练，要进行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项目。外交部当然第一时间要跳出来谴责中国无视国际规范，升高区域紧张。针对印尼参与演练之说法已经进行厘清，并强调北京是第一岛链唯一采取恶意的挑衅行为的国家。那现在中共就加码宣布要联合这个印尼在这边军演嘛，陆委会也跳出来了，说你这是假演练真扩张啊。这些单边行为充分的暴露中共一再无视国际规范，而且破坏区域和平的稳定，也挑战国际秩序，既是两岸和平稳定的破坏者，更是扰乱区域安全的麻烦制造者。有人就问了，那面对日飞EEZ，奇怪了，当时的陆委会怎么都一点反应都没有呢？我们来请教一下韩冰哥，你的看法呢？当初我就知道我们不会让张雪机车进来了，即使他现在在全世界都受到关注跟欢迎。那为什么不让他进来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不想让台湾人知道
大陆有不错的产品，其实就这么简单。因为张雪机车说真的，它不是一般我们的这种轻型机车或是一般的重型机车，它的入门级都是500cc 以上，所以那个在台湾的市场是非常小的东西。讲实在话，它一年现在整年今年的目标全年的产量也不过是到5万台，而且它主要市场在中国大陆跟欧洲，所以就算台湾开放它进口，了不起一年也不过几百1-2000台，最多就是这样。其实那个数量是很少，可是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就不敢让它进？因为就是不要。我们现在其实政府采取的方式是，中国大陆的东西最好所有的东西都不要进来。他们的心态就是这样，最好台湾能够切断跟中国大陆之间所有的关系。可是他又不敢真的这样宣示，那实际上他也知道你真的这样做会出大事，所以他只好找尽各种理由说啊，这个东西是管制啊，你这个没有在台湾生产不行啊，所以你一切全部都要在台湾生产，就找各种各样的理由。老实讲，对张雪机车来说，如果台湾愿意欢迎他当然也，张雪其实自己也讲过，他很想来台湾开店开公司。可是如果台湾采取一种不欢迎的态度，老实讲，人家也不欠你这个市场，讲实在话，所以人家在全世界正火。那我们如果采取这样的态度的话，老实说，你一直在告诉我说，台湾其实希望对岸递出橄榄枝，希望跟对岸和平相处。那可是你采取的永远都是敌意的态度。那请问一下，两岸之间怎么可能会和平相处呢？那到最后必然是火车对撞嘛。那可是这一次在巴黎的这个船就非常诡异。其实我讲实在话，海巡不是平常告诉我们，他们防守海岸线都滴水不漏嘛？那个地方可不是什么很偏僻的海岸线哦，那里可是巴黎哦，就在台北港旁边哦。然后这一艘船在那边停了2-3天，没有海巡人员知道。请问一下，是到底发生什么事？你们到底是真不知道，假不知道？然后，如果你都不知道，那为什么后来能够找得到人？这我也觉得很奇怪。你们根本船停了2-3天，你都不知道，那你从哪里去找到人？然后这2个人也很妙，这2个人说他们没有共犯，就他们2个人，然后是因为不小心，就是本来是来在福建那边钓鱼，就漂流到台湾来，这到底要怎么漂啊？然后再来更妙的就是，这2个人说他们在台湾来，因为他是漂来的啊，所以身无分文啊，没有台湾的新台币啊，所以呢，他居然说他们是在路上刚好遇到老乡，然后就用支付宝跟他换新台币。这种鬼话你信吗？这2个不啰嗦，一个来自哈尔滨，一个是乌鲁木齐。你在台湾能够遇到老乡的几率是有多低？我真的觉得很好笑。还不是沿海城市？是啊，所以这种鬼话你信吗？有这么巧的事？然后你隔了这么多天，你到底怎么逮到人呢？据说是在公园抓到，到底是你们抓到，还是他故意给你们抓到？我都在怀疑这一点。我其实严重怀疑这2个人是老共派来的，因为我们马上要汉光演习嘛。他就来测试，实际上之前也测试过好几次啊。请注意哦，我们之前有报新闻那几次测试是我们发现的哦，我们没有发现的，会不会有很多是来，然后到这边拿个凭证，就跟我们当年一样，拿到一个凭证证明他来过台湾，然后就掉头回去了？会不会对岸一直都在做这种各种各样的压力测试，你不知道而已，或是你不讲？其实我很担心是这个样子，因为现在海巡署说是一个兵有发现光点，然后没有上报，真的是这样吗？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有太多的疑问了。那甚至现在又传出来说，有看到有人专门针对那个橡皮艇在做拍照的动作，还是你们早就知道？所以你们到底在做什么？我觉得这个恐怕海巡跟军方都要说明清楚，你们到底在这件事情上处理的态度是什么？那针对这样的事件，到底以后要如何改善、如何防范？我觉得他欠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说明。那至于说中国大陆跟印尼会在台湾东部海域军演，老实讲啦，人家是在国际海域，所以你抗议也没有用，你叫也没有用。我们就算再怎么严正的说，对方你这样子是要侵略扩张啊什么，然后呢？然后我们怎么去阻止这件事？你好像没有办法阻止。然后我也看到了，我们最好笑就是我们刻意要把印尼撇清，说印尼跟这件事没关系，主要就是中国大陆的野心。这样撇清有意义吗？印尼再怎么样，人家建交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虽然印尼最近跟中国大陆关系不见得有多好，可是我们真正要采取什么作为？面对这样步步进逼的态势，请问一下国防部，请问一下赖清德政府，你们拿得出什么办法来？如果都拿不出来，那你们不觉得你们现在正在逐渐丧失台湾的主权吗？拜托回答我的问题。好，那我们持续来请教一下厉将军，你又是怎么看这个中国大陆要跟印尼来联合军演呢？我先讲一下这个巴黎这件事情真的是很严重为什么？其实我守过海防，大家知不知道海巡是怎么来的？海巡区分为海巡跟岸巡。那以前海巡是保七总队，警察的保七总队，就是海上警察是他们执行。那上了岸之后，最早是由我们陆军在守岸巡所以我守过岸巡，那时候叫陆军派去。后来因为觉得说好像叫军人去这个，不管是临检啊，或者是插气走私啊，好像不是很适当，所以把这些军人，以前我们有几个营就改编给这个海巡署去了。所以这就是现在为什么海巡里面有很多具备军人的身份，那是我们军人过去了。那时候我这个营没有被编过去，可是我们那时候我当连长的时候就守过海巡。那我要特别讲海巡。我当年的时候，我们也没有 AI， 我们不但没有 AI， 我们还没有无人机啊。为什么我们海巡可以守得密不透风，没有让大陆来讲任何一艘这个不管是伪装的橡皮艇啊或者快艇能够上岸？因为我们有很高的战备警觉嘛。因为我们在外岛待过，了，你想想看，在外岛如果说这个是对岸的水鬼这样摸过来的话，那还得了啊？那不是到了这个我们台湾来讲，他潜伏在里面，先遣作战，为他后续的登陆作战，他做好准备，先摸透你哪个桥梁，你部队在什么地方，你的反击地点在哪里，你哪个桥梁被炸断之后，你的反击部队到不了。那甚至于他会不会捕浮没烧？这都是我们所担心的事情。你看这像不像？我这样讲，各位去回想一下，像不像我们的海龙挖兵到大陆去，然后大陆的水鬼到我们金门来？我们台湾之所以现在是毫无警觉性，你知道，如果说发现状况，现在来讲科技比我们以前要好很多了啦。你可以用雷达去看，当你发现可疑的目标的时候，你岸巡部队应该持续的监侦甚至于派出，你知道海巡他们有一个现在岸巡，他们有一个队，有一个单位叫什么叫机动队。什么叫机动队？以前我们也有编组机动队啊，就是说，如果说你一旦发现海上有可疑的目标，你立刻就要到海边去去那边拦截、去巡查。那如果说是晚上的话，你就要蹲在那里等到天亮，看那个点到底是什么点。我觉得这真的是很离谱所以一个小兵，一个雷达手，他看到这个海浪上面有个讯号，他就认为是杂波，就将它消除掉。那个杂波，我相信是一直存在的。那你就应该要看到那个杂波到什么地方来，通知机动队赶快过去看那更何况，那我们现在来讲，每天吹牛，你知道这件事情发生过几次了？其实我随便讲大家记不记得淡水有一次就上岸，巴黎观音有一次这次是巴黎。你知道这几个地方严重性有多大？我跟你讲，不要我讲。我们国防部就已经告诉我们严重性有多大。我们这次在哪里做桥梁的主角演习的汉光演习，在淡江大桥。那淡江大桥是哪里？是巴黎到淡水。那时候这个新闻的宣传说我们在桥上做任何的主角，阻止敌人对我们中枢发动攻击。那试问一下，那如果说巴黎上岸来讲的话，是不是就通过淡江大桥就直接到我们中枢来了？所以巴黎有多重要？第二个，大家要知道我刚刚讲的这几个地方连接在一起，大家看一下，从淡水、巴黎一直到观音这个地方，我们军事上称作红色海滩，在这个地方是可以实施正规登陆的。如果从这边上岸之后，然后过了巴黎，过了淡江大桥，就已经到我们中枢，要不然就直接上林口台地，上了林口台地上面加一门炮。我跟各位讲瞄准台北市什么地点，它那个炮就可以打到什么地点，居高临下，他看得清清楚楚。不然各位可以到这个林口台地上面，这个去看一下像长庚医院那边去看你就知道，那是我们这个必守的一个军事要地那现在对于这种重要的军事要点，我们海军署居然这么轻忽大意，门户洞开，然后一点作为都没有。为什么我们当年没有 AI， 没有无人机，我们都可以守得密不透风？现在有这种科技装备，你居然让这一而再再而三的让大陆来讲偷渡客可以不停的上岸，我觉得海军署严重的失职。好，那我们持续要来问一下大钟老师，您又是怎么看呢？因为我们刚刚特别讲说这个中国大陆的海军这个红河号跟印尼海军这个来号
在这个台湾东部的海域里面这个演训了。是。那其实我们知道，这红河是中国大陆海军的054A，它4000吨级。那来号呢是印尼海军里面，但是2000吨级啊，这个定位为2000吨级的轻型的这个巡防舰。或者一般大陆会称呼为这个护卫舰。其实来号它这个航行的一个路程是在7月份的时候是在海参崴，到8月初的时候应该是在横须贺它在进行一些海上的这种军事外交，还在俄罗斯是在进行海上的一个跟俄罗斯海军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联合演训。然后呢，他通过台湾东部的水域，那有所谓的这个联合的这个演习。那这演训呢，其实我们也知道这次是定位为海上通航的演训。那双方都是单舰。那演训的科目其实是比较单纯低强度，大概就是所谓的这个海上通讯，还有所谓的这种海上的补给，类似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它并不是一些高强度的，包括像实弹射击等等。我们也知道印尼海军其实在东协里面，其实它以总吨位来讲，应该是排名第1，而且它比较强的地方，其实是在这个2栖的投射能力，因为跟它的地理环境相关，它大概是17000个大大小小的岛屿。那这次的来号，其实在印尼海军里面，并不是战力最强的，吨位最高的，但是这个演训的这个内容，或是演训的事实，基本上我们可以判定，它绝对不会是随机。完全是海上巧遇，不可能，一定是有事先的规划，只不过他演训的这个内容大概是如此而已。但是对中国大陆而言，我觉得他比较重视的地方是，他要放大他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效应，在战略的意涵上，他能够得分。但是我们看印尼的反应，印尼是承认的，但是他也是尽量刻意的低调。为什么？我觉得最重要的地方是，这跟印尼的外交政策是相关的。这个普拉博沃印尼的新领导者，其实基本上有人说，当然跟最近中国大陆还是有一些纷争，在南海主权争议等等，但基本上他是采取平衡的外交政策。大家不要忘记普拉博沃基本上他当选总统之后，还没就任总统他就去北京。那过去除了这一次之外，还有2次去北京，但都是正式的访问。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普拉博沃基本上他对美国也抓得很牢，在拜登总统任内他就去过华府，进了白宫。在川普任内也是如此，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才去过一趟白宫，跟川普见面。所以他在双方的政治上、外交上都是如此。那印尼跟中国大陆关系很紧密，尤其在经贸上，但是跟美国关系也非常密切。大大小小美国跟印尼一整年的这军事各式各样的交流170多次，还有所谓的年度的超级神盾鹰的这演训，大概都是6、7千多人的规模，都在每年的8月份。今年8月马上开始，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很多人说印尼这样做难道不怕得罪华府吗？等等，其实他应该经过他的一些判断，这个层级大概还不至于。但是另外一方面是北京是想把它扩大它的政治效应，这是非常清楚的。